如果我问你，你的工资发到哪里了，你可能会说 Chase BOA 呀，然后我再问你，那你的应急金存到哪里了？你的答案可能还是 Chase Saving 啊 BOA Savings 啊。其实很多人从刚来美国开的第一家银行账户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了。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，银行不就是用来存款的吗？但是其实在今天这个年代呢，互联网银行也出现了，投资平台也开始提供现金账户了，它的现金管理功能可能比银行还要方便，还能赚点利息。所以现金管理这件事情真的已经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。那这期视频我不准备给大家说哪家银行最好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但是我就想分享一个观点，就是你的现金不一定非要放在传统银行里面。还有，如果你的目标是，那首先是安全吧，就是你不能把钱放在随便什么野鸡银行，对吧？然后是方便，工资可以直接到账，然后还能自动还信用卡，还能时不时给朋友转个账啥的，最后还能赚点小钱。那闲钱放着也是放着，那利息赚个零花钱，岂不是也美得很？就你提到的3个目标，安全、方便、赚点小钱，那现在都有哪些不同的选择呢？那在开始讨论放哪里之前，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，就是现金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那你可能会说，哦，那现金不就是用来花的吗？完完全全没有错。但其实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，现金呢至少承担了3个角色。第一就是支付中心，那工资进来啊，信用卡账单出去，房贷出去，保险出去，水电网费出去，就像是一个交通枢纽。那所有的现金流都要经过这里。第二就是应急金仓库啊，那大家都应该听过应急金，一般建议是要有3个月甚至到12个月的生活开销。那比如说你每个月要花$5000吧，那么你就需要存15000到6万的样子。那这些钱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能够承担太大的风险，所以你不能把它放在股票投资账户里面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要用到这笔钱。第三就是投资中转站，那对于投资的人来说，现金账户还有一个重要功能，就是连接投资账户。等你工资到账之后，你给自己留下了一部分生活费，那剩下的就想要自动买入指数基金啊。那如果这一整个流程都非常顺畅的话，投资其实也会变得非常简单。接下来到第二部分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传统银行？这里我要先声明，我并不是说 Chase BOA 他们不好，很多人依然还是很适合他们的。但是问题在于，很多人使用传统银行并不是经过比较之后，而是默认选择。就比如说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啊，学校推荐 Chase， 那于是乎你就开户了，后面等到你工作了，然后工资就自然而然的放进去了，然后应急金也放在那里没有动过。那10年过去了，你也一直没有思考这个问题，那钱就一直放在那儿了，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。但其实金融行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那以前呢，就是银行负责存钱，券商负责投资。那现在呢，就是银行开始提供了投资服务，那券商呢也有它的现金服务，那互联网公司也开始提供了这个银行功能。所以现在现金管理就有3条路径，一种是传统银行，一种是互联网银行，然后就是投资平台。那接下来说第一条路径就是传统银行，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人最熟悉的路径，他们的代表就是 Chase BOA Wells Fargo。那他们最大的优点其实不是利息，而是信任感。他们也有很多线下的网点，你知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去网点解决嘛。而且传统银行也有它完备的生态系统，像 checking account、savings account， 还有信用卡啊、房贷啊什么的，你全部都有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它的储蓄利率非常的低，而且投资和现金管理之间的连接不是非常的顺畅。我也有这样的体验，就经常有 Chase 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可以帮我投资之类的。那第二条路径就是互联网银行，他们的代表是 SoFi 呀、Ally 啊，这类公司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那既然我们不需要维护大量的实体网点，就可以把节省下来的成本部分的返还给用户。那表现形式通常是更高的利率、更少的费用、更现代化的 App 等等。比如说 SoFi 的利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有 3.8%， 那 Ally 也有 3%， 那哪一个就这个现金利率的话都比传统银行好，而且也都是很安全的，都是 FDIC insured。 那更直观一点的话，如果你有2万块钱的现金，按照 3%的利息的话，一年有600块钱的收入，
那苍蝇肉也是肉的呀。这类银行的定位更像是一个金融版的超级 App， 它们集银行、信用卡、贷款、投资于一体。它们其实很受这个年轻人的欢迎，因为很多人一年都可能不会去银行网点一次，还可以更加方便的投资吧。那如果你的需求仅仅是工资到账、信用卡还款、给朋友转账、应急金赚点利息的话，那互联网银行其实也已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要求了。第3条路线，投资账户现金管理，他们的代表是 Wealthfront Cash Account 呀，还有 Fidelity 的 Cash Account。他们的思路在于，那既然你的现金最终要投资，那为什么不把现金和投资放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面呢？那举个例子，就是你工资到账之后，自动流出了这个生活费，然后剩下的自动进入投资账户，可以自动买指数基金啊。那整个系统设置好之后呢，几乎就不需要再额外的进行任何的手动操作了。那对于长期投资的人来说，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，因为你不需要在这个银行 App 还有投资 App 之间来回的相互切换。那更何况 Wealthfront 的现金账户的利息最低有 3.3%， 而且没有任何门槛，但是这个利息是浮动的。我最开始开户的时候其实有 4. 多，那个时候其实所有其他平台的利息也都非常高，就连美国国债都有 4. 多呢。那最后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那现金放到哪里最省心？那如果你喜欢传统银行的安全感，那就可以用 Chase 和 BOA。 那如果你希望一个账户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需求，那互联网银行可以考虑一下。那如果你本来就在长期投资，那投资账户里面提供的现金管理功能也可以了解一下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。我是龙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